从亚洲大国移民南美小国1年有多，发现生活上有了很多变化。今天想要大家分享移民之后生活的5大改变。移民外国就没有夜生活吗？还会变得早睡早起吗？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， 现在跟我们一起探索这些有趣的改变哦，看看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吧。移民之后夜不出门，有没有留意到，自从来到厄瓜多昆卡之后，晚上出门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哦？对呀，以前会经常晚上去逛街吃宵夜是常态，但在厄瓜多晚上的生活节奏完全不一样，通常商店都很早关门啦。想要找家超市、便利店晚上买东西吗？门口早就关了，灯都关了，大部分商场晚上7到8点钟就关门了。就算是那些勉强营业到晚上的餐厅，最迟也是9点左右就要收摊了。要是想找个地方晚上逛街看看热闹，就比较难了。但不用担心太寂寞了，因为街上应该会有很多流浪狗陪伴你哦。或者在基多、瓜基尔这些大城市会有比较多的夜生活吧？会有吧，但还要考虑治安问题哦。这个问题目前很严重了，毕竟厄瓜多不是什么超级大国，街上随随便便都有几亿个监视器在保护你哦，也没有那么多警察在街上巡逻、守路守桥那样维持社会稳定哦，所以今年的治安真是每况愈下了。说起来都是泪呀。还有一个就是街灯不算很亮，再加上治安情况不是很稳定，晚上出门的意愿就更低啦。所以在移民之后，晚上的活动就变得更实在了，要么在家里，要么就去餐厅吃饭，或者参与特定的节日庆典，就没有逛夜市这个选项咯。回想以前的生活节奏不是这样，生活在不夜城，让我们自然成为夜猫子，无论几点出去喝夜茶、吃宵夜，都感觉是很正常的事情，甚至还认为这是我们独有的夜生活文化。但真的需要吗？晚上喝茶不会睡不着吗？吃完宵夜那么饱，然后睡觉能好好消化吗？以前都没有想过这些了，就是别人做我也做那样。所谓夜生活文化，其实都是因为加班直到很晚才有空余时间的情况下所造成的现象吧。所以来到厄瓜多之后，体验的另一种生活方式，也让我重新反思之前的生活节奏。只需要一点点改变，就能好好享受更多晒太阳的时光啊。听起来不错哦。移民之后很早睡觉。移民之后是我睡眠革命的引爆点，睡眠时间有很大的改变，从夜猫子变身为早起了哦。是的，在厄瓜多生活节奏的变化直接推动这个改变哦。在以前晚上都有很多娱乐方式可以选择，尽管工作很忙，甚至需要工作到很晚，但是回到家都总想要放松一下。对呀，一定要机不离手，玩玩游戏，看看剧吗？必须要这样做，那一天才过得完满啊，否则只有工作，算什么生活啊？晚上不放松，早上不开工。但现在的移民生活悠闲很多，到了晚上，四周邻居都很早就关灯睡觉了。节日开 party 的时候例外啊。是啊，大家平常都挺早关灯，这个气氛也让我觉得想早点睡觉，到时候就自然而然的一睡到天亮。这应该是移民之后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哦。这与当地的生活节奏有关，有很多行业都是早上8点就开始工作，这让大家的作息规律变得早起哦。我印象很深刻的是，刚到昆卡的时候，在早上6点左右就看到上学上班的人群，街上开始变得人多车多啦。对呀，那时候我还蛮惊讶的。还有，我觉得跟环境真的很大关系。确实关系密切，因为在这里日出时间是早上6点左右，日落的时间也是下午6点左右，而且昼夜温差比较大，通常都相差10度左右。一到下午4、5点钟就开始冷风吹，所以都尽量把握好白天的时间来办事吧。对呀，趁有太阳的时候比较温暖，早早出门，早早完事，然后下午就可以按照慢生活方式喝咖啡、闲聊，甚至回家午睡啦。这种生活才是 work-life balance 嘛。移民后少坐车，多走路。
是的，以前我会经常搭地铁、巴士出行，出门都急急忙忙，冲冲冲。对啊，地铁和巴士缺一不可。但在厄瓜多昆卡情况完全不同，虽然这里也有在地上行驶的捷运短臂也可以乘坐，前往市中心也是很方便，但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覆盖，可能需要坐巴士或者是计程车前往哦。有时候等巴士等个10来分钟都很平常，这点时间都可以煮个泡面吃了。所以我们就可以从坐车转变成走路族啦，步行20-30分钟可以到达的地方，都会毫不犹豫的走路过去。而且有个很主要的因素，就是在昆卡是个很适合步行，但又是低密度的城市哦。哦，这两个因素好像有点矛盾呢。对啊，通常适合步行的城市人口都很密集，而低密度的城市很多时候都需要开车出行，正如很多欧美城市那个样子。如果按照这方面来说，昆卡真的很 walkable。是啊，在历史中心区域的人行道很舒适，不会有人车争道的现象，加上气候宜人，这种环境漫步是一种享受啊，拿捏到完美平衡的感觉哦。在这座400多年历史的古城，可以选择脚踏实地的出行，减少对汽车的依赖，多多锻炼脚部的肌肉哦。尤其在天气晴朗的日子，沿着河边走是我最爱的散步路线。这不仅仅是腿部锻炼肌肉，还对减压有帮助哦。减压之余，还可以增长见闻，因为在街头经常会遇到随机事件，例如一些节庆活动、街头艺人表演等等，总之经常有惊喜啦。对啊，在这里很少见到匆忙的面孔或者紧张的表情，大家都很悠闲的生活，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点。所以在移民后，散步时间增加了很多。这个改变不仅让我能感受到城市的节奏，还能更容易融入当地生活，很快就喜欢了这种气氛。大家不妨多出去街头走走哦，5星推荐哦。移民后很少买名牌。以前的生活啊，总是热衷于买各种名牌货，但买回来后发现那些东西买来买去好像也没多大用处，纯粹就是为了满足心中那点虚荣心。对呀，被整个城市的气氛都给影响，天天就想着要追时尚潮流，追求名牌衣服、包包、鞋子，还会追新款手机，把很多钱都花在这方面上。就是那种月光族的感觉了，钱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当月底来临时，钱包里就只剩下西北风。哈哈，可能就是有一种买不起大件就买小件的心态咯。哦，什么意思？大件就是指房屋、汽车这种啦，毕竟每个月薪水就那么多，买个小公寓都要几10年的薪水，还不如买个名牌包包更开心，至少还能满足一点点虚荣心哦。可能这就叫活在当下的生活态度咯。也许吧。来到厄瓜多之后，我对活在当下也有新的理解。当跳出以前的环境之后，才想明白这一点。我开始更注重每天的生活品质，还有内心的情绪。我发现活在当下不是被外界的潮流和压力所左右，去追求物质享受，而是要懂得珍惜每一个时刻，按照想法去过好每一天哦。是啊，在昆卡街头也不太看到人们拎着名牌包包，反而更多的是看到他们穿着轻松，爱好聊天交流感受。移民后的生活方式让我有了新视野，不再一味追求娱乐至死，而是开始关注真正想要的生活方式，这真的很重要哦。看来生活就是最好的老师哦，是不是呢？移民后不再心急。以前的生活节奏啊，每天都像赛跑一样，到处都要快，整个城市的人多车多，日常工作都排得满满的，不知不觉就在忙碌中度过了一天。是啊，可能大家都很热爱翻工，但是生活难道就一定要这样吗？来到厄瓜多之后才发现，慢生活不是传说，而是真实存在。但如果一直留在快节奏的环境里，根本不会想到有另一个生活方式。就算有人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某个角落
存在着一种幸福的慢生活，也觉得很难相信哦。因为嘛，人总是会受到环境的影响，我们都不知不觉间被洗脑了。如果身边的人脚步匆匆的话，自己也会不由自主地加快速度。对呀，就是这样互相影响、互相竞争的气氛，就像一团火，互相引燃，永远不会停下来。一个比一个更快，一个比一个工作更长时间，出大问题就是迟早的事情啊。总是加速不会减速，撞车就难以避免哦。尤其是我这种心急的人，觉得只要快就是好，是种过人能力了。但是在厄瓜多的慢节奏里，我才发现慢慢的走也能到达目的地哦，而且更不容易出事故。每天的生活节奏很稳定，该工作的时候工作，该休息的时候休息，不会牺牲休息时间来追求短期效率，只是希望每天能做好一件事情，这样反而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很多事情哦。这种心态很重要，人生路漫漫长，要識得慢慢彈。而且在厄瓜多这里，不是自己想快就快得了，慢生活才是主流的节奏啊。是啊，这样我明白，有很多事情快不等于就是好。例如，很快就吃完一个午餐，很快就喝完一杯咖啡，很快就做完运动，这又如何呢？事情是做了，但完全没有体会到个中的美妙之处哦。所以放下心急的心态，才能更好的活在当下呀。对啊，要多多学习拖延症，或者看看这支影片，可能会更有帮助哦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移民要趁早，订阅对你好，请点赞、留言、分享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。